朋友们，大家好。这两天我们这里雷电交加，下大暴雨又闪电。昨天呢，我们这里农村停电了，停了大半天，没有电，那我就不可能工作，所以呢，昨天就没有上传视频。现在是上午8点多，我就上楼来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因为雨季啊，我们这里云雾缭绕，对不对？这是很典型的我们这里桂林一带雨季的现象啊。我们这里的绿现在好像就是滴水那种绿一样，绿油油的，到处都非常非常绿。那叶子啊，树叶是滴水的，这与我们中国的西北呀，还有那个新疆那边肯定不一样，对吧？那边相对来说降雨比较少，比较干燥。我们这里啊，特别是雨季就太湿了。好，我们进入今天话题吧。今天与大家分享德国最大主流媒体之一的图片报刊登了2条关于汽车的新闻。图片报呢，最近援引德国汽车协会的大数据，得出了令人震惊的结论，那就是中国各品牌电动车完全与德国高端品牌平起平坐，不相上下。这是对13款中国电动汽车测试的结果。顺便说一下，德国图片报它的读者群为德国蓝领工人，因为平均受教育比较有限，所以图片报中的图片比较多，而文字比较少。所以叫图片报，顾名思义就是有点看图说话的意思。它的读者群非常大，以至于德国政治人物也不敢得罪这家媒体，因为如果你说错了话，得罪了这家媒体，他就可以动用媒体的力量把你这个政客整死。其实德国有一次电视新闻说，中国电动汽车已经超过德国车了，只是那条新闻来得特别突然，而且比较短，所以我没有能够捕捉下来。今天另一条新闻是专门报道中国有个新的品牌叫智己汽车，它实现了所谓的蟹形模式，也就螃蟹的蟹。这是继比亚迪、仰望可以原地倒车之后呢，又一个中国的黑科技。咱们现在来看看图片报的第一条报道：德国汽车协会令人震惊的研究报告，中国汽车如今与德国宝马等公司不相上下，但便宜得多。配图说明，为了汽车对客户反馈迅速做出反应，并改进了驾驶辅助系统。德国汽车制造商感到震惊。德国汽车协会证实，中国汽车现在已与欧洲竞争对手不相上下。从技术上讲，他们可以分庭抗礼。这是对过去3年中13款中国车型的测试结果。在碰撞测试中，除2款车外，其他所有汽车都获得了5星。这些亚洲车辆在避让测试和稳定性程序 ESP 中也表现出色。德国汽车协会总结到，欧洲制造商的许多汽车的成绩都更差。欧洲人只在交通标志识别、车辆偏离警告和车距控制系统方面领先，目前还领先。德国汽车协会技术中心的员工说，欧洲制造商在这些高度复杂的系统方面拥有数十年的经验，这正是他们的优势所在。不过，这也可以看到中国制造商对反馈意见的反应速度有多快。例如，在未来汽车的最新车型中，系统已经有了明显的改进。令专家们印象深刻的是，现在中国车身和内饰的材料质量和做工大都很好。德国汽车协会技术总裁舒尔茨说，近年来中国制造商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，现在他们已经可以与知名品牌分庭抗礼了。与此同时，中国人的价格往往比欧洲竞争对手低好几千欧元。舒尔茨说，在德国，蔚来、比亚迪、名爵等品牌的电动汽车占比仅不到9%，因此我们更有必要密切关注这些新品牌，无论是作为欧洲汽车冲撞测试的一部分，还是作为我们自己的消费者保护测试的一部分。尽管如此，德国市场尚未被中国车型所泛滥。德国汽车协会汽车技术负责人 Hürdergen 说，就总销量而言，中国汽车目前在德国的销量不足2%。我们来看另一条图片报的报道。得益于新型电池技术，中国电动汽车续航里程达到1000公里。配图说明，中国智己汽车 L6 电动轿车的130千瓦时电池可提供1000公里的超级续航里程。
中国在电动汽车领域继续全力以赴。中国制造商智己汽车推出的 L6 车型正在引起轰动。该车采用130千瓦时的电池，拥有高达1000公里的超级续航里程。相比之下，产于斯图加特的电动旗舰奔驰 EQS 配备了108千瓦时的电池，是目前市场上最大的电池之一，续航里程可达780公里。新的电池技术，在充电功率为400千瓦的快速充电站 ，L6 的超级电池只需12分钟就能充满400公里的续航里程。其背后的技术，所谓的半固态电池，除了我们熟悉的锂离子电池外，它还采用了固态电池技术。不过，智己汽车对使用的具体材料保密。尽管其续航能力惊人，但智己汽车 L6 的价格仍然出人意料的低廉，标准版售价为3万欧元，高性能版本为3.9万欧元，光年 Max 版则略低于4.3万欧元。只有顶级版本配备了新型130千瓦时蓄能系统。智己汽车 L6 的两款实惠版配备了传统的90千瓦时和100千瓦时电池。问题是，这些价格指的是中国市场的价格。经验表明，中国电动汽车在欧洲的价格要高出很多。除了超大型电池外，这款轿车还有很多其他功能。智己汽车 L6 配备了各种车内摄像头，车内人员可以在驾驶过程中录制自己的视频。城市驾驶功能可在中控屏幕上提供附近景点的有用信息。L6 也不缺少屏幕，引人注目的是长方形的方向盘，为后座乘客提供实用的平板电脑支架。智己汽车 L6 能实现楔形模式，该车还采用了新型后轮转向系统，这使它能够进行螃蟹转向等操作，从而在具有挑战性的停车位上提供帮助。前轮和后轮的角度不同，因此汽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侧向行驶。最强劲的驱动版本最大输出功率为379千瓦，516马力，从静止加速到时速100公里仅需2.74秒，最高功率时的最高时速为268公里。智己汽车由上汽集团、大众汽车等公司在中国的合作伙伴，张江高科技园，它是中国的硅谷，和阿里巴巴集团合并而成。阿里巴巴集团市值数十亿欧元，运营着阿里速卖通等交易平台。这款车是否也会在欧洲登陆？目前还不清楚。不过，超大型电池显示了技术上的可能性。德国的电动汽车司机迟早也能享受到新的电池技术，而且不必有里程焦虑。朋友们，相对于中国，德国的电动车很贵。比如，在中国10来万的车，在德国大概要4万欧元左右，也就是人民币可能30到35万。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，那就是电费以及充电基础设施。中国的电费大家也知道，可能1度电几毛钱到1块钱左右，充满一次电可能要40到60块人民币。那德国就完全不一样了。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，在德国我曾经租过2次电动车，而且我租的都是中国品牌的。第一次租的是极星2，有人说极星是瑞典的，其实不是，因为极星的母公司沃尔沃很多年前10多年前就被中国的吉利收购了，所以实际上它是中国车。第二次我租的是比亚迪的 Alto 3，也就是中国的元 Plus。在德国我试驾了2次电动车之后，我得出的结论是德国充电基础设施实在太烂了，弄得我差点中途抛锚呢。因为网上找的那个充电桩根本不靠谱，有的站点只有2个充电桩，网上显示是好的，但是我那天我开那个车到那个地方之后，2个充电桩都不能工作，你说气不气人？然后呢，我就急急忙忙赶快找周围还有没有其他充电桩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，我开到那个地方的时候还只剩下9%的电池了。你看多惊险差点抛锚。然后我开始充电，开始充不成功，用我的卡也不成功。然后呢，好在那个地方有一个人工客服电话，我打电话是远在不知道德国哪个地方的远程服务，
然后呢，他远程操作，才让我最后呢成功的充上了电，非常的惊险。大家想想看，2024年还要专门打电话给人工客服，远程的人工客服，由他在那边帮我操作，这个太复杂了吧，对吧？你想想看，假如是个外国人，他不会说德语，也不知怎么操作，他那天绝对是在中途抛锚了，走不了了。那如果电动车中途抛锚，那就更麻烦了。即使是德国人，这个操作也太复杂。我可以告诉大家，大部分德国人绝对解决不了我所遇到这个问题，并不是说我的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多强，而是德国这整套操作实在是太麻烦了，跟不上时代。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德国电动汽车销量不佳，这真的啊，两个原因：德国充电基础设施太烂，这个原因，德国的那个电费太高，所以导致了在德国电动汽车很难推广下去，至少目前的情况是这样。好，说到德国的电费有多贵，以前我也说过这个话题。为了证明呢，当时我没有说谎，我们今天来看看德国图片报的另一篇报道，就专门讲德国电费的，而且是讲开电动车需要面对这种情况，这种电费。说到德国电费，以前的节目当中我说过啊，比如说我开了2次电动车，因为我是临时用车，所以呢，我到高速公路充电，还有在室内充电桩充电，那种电都是在德国最贵的，每一度电要0.79欧元，折合人民币是6块多。所以呢，最后综合起来看，我开的2次车，每公里的电费是1块人民币左右。大家没有听错，在德国我开的电动车每公里电费1块人民币。我相信看咱们频道的有很多网友是在我们中国内地的啊，当中你们肯定有不少人有电动汽车，对吧？你们自己充电，你们知道每公里多少钱？据说最便宜的可能是几分钱，最贵的可能1-2毛。但是呢，我在德国每1公里的电费平均是1块人民币，也就是说我的电费呢，相当于你们在中国内地的啊，大概7-8倍到10来倍左右。你看看，这就是区别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篇专门讲德国电动车电费的这个报道，这也是德国图片报的报道，咱们来看看。在这里需要说明一下背景知识。刚才说了，如果是临时用电，你只能到比如说高速公路充电桩，还有室内的充电桩去充，那是最贵的电。但是如果你在家里充电的话，那你就跟那个供电商有合同，这时候可能会便宜很多，可能只有在高速公路充电桩的40%左右。比如说这篇报道就列出了几款电动车每100公里充电价的价格，最经济的是罗马尼亚的达契亚，它每100公里花费4.04欧元，相当于人民币31人民币啊。最贵的我们往下看是5.6欧元，相当于43块人民币。综合起来大概每100公里可能40块人民币左右，是中国的多少倍呢？我觉得应该是中国的4倍左右吧。这是普通用户啊。前面说了，我这种临时用车的人，在德国每100公里的电费相当于人民币100块钱左右，那就相当于中国10倍左右。这里有具体的数字。对于德国普通消费者来说，如果他能在家里充电，现在平均每度电德国的价格是37.37欧分，折合人民币是2块9。这样的话，在德国电动车的能源成本相当于德国油车的4到5成。但是如果比如说在高速公路上充电啊，还有城市中临时充电，那电费的价格就是所谓的天价了。这里的德语媒体证实了我说实话，每度电0.79欧元。大众汽车有一款电动车叫 ID.3， 这款车每100公里需要16.83欧元的电费，折合人民币就是130块钱。我的天哪，每公里就是1块3啊，比我市价的还要贵。我市价就是1块钱，你看它这里要1.3，比燃油车贵多了。你看，对于大众这个 ID.3 这款车来说，它的电费竟然是中国的10几倍呀！所以说啊，高昂的电费也是阻碍德国电动出行的主要原因。所以看到中国的电费，真的让我羡慕得不得了啊！关于电动车，这里有个鲜活的例子，是我的堂弟。去年某个时候，我看见他们家前面经常停着一辆电动车，所以呢，今天早上我就问他，
请你文字回复，因为我做的节目刚好与电动车有关。我看到你老婆开的电动车是奇瑞的吗？前年买的吗？当时多少钱买的？官方给的数据，续航是多少？你在工程家里充电，每度电多少钱？麻烦你看到后及时回复。然后我也问他，平均每公里电费多少钱？这是他的回复，是奇瑞的牌子，23年买的，当时搞好花了将近5万，续航是170公里，充满电大约需要5到8块钱。在这里我说明下，5万人民币大约相当于6000多欧元，在德国真的想都不用想。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，他怎么说？他说按现在家里的用电，电费是5毛多一度，平均每公里是5-6分钱左右。我说太便宜了，我在德国试驾了2款电动车，你知道吗？平均每公里1块钱电费，能让人立即破产。然后他说比油车还贵啊，是快充的吗？快充的贵一些。我说贵多了呀，是快充的，在高速公路休息区或者室内充电桩，每度电6块多人民币。我说照你这么开的话，估计你们的电池能开10年以上吧。他说啊，那真的比我们这边贵多了。然后我说我下次呢想开开你的车体验一下。我说170的续航，当然你们在周边开一下了，最多去阳朔还可以打个来回，可能还有点电可以剩。然后他说当时这款是最高续航的了，现在出了一个205续航的，电池续航蛮准确的，没有什么虚数。然后我就说一般人不会开电动车跑长途，反正需要跑长途的话开油车就可以了。然后他补充，上次特意充满电测试了一下。我问是吗？没有虚标吧？即使没有快充，这车要是在德国起码要人民币15万，大概相当于2万欧元。然后他说是的，奇瑞牌子的，没有别的牌子的虚标。然后我就问他当时是抢不到50 mini EV 吗？他说当时去看了50的，也试驾了一下，50的电机声音太大了，而且50做电车方面没有奇瑞的做得久，所以就买了奇瑞的，而且奇瑞的车子都是整车终身质保的。好，朋友们，这就是这个鲜活的例子，是我堂弟他自己买了电动车，然后我就问了关于他的电动车的买车的价格以及每公里电价，这绝对是真实的例子，没有任何的夸张。好，朋友们，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。大家注意啊，前面所有的内容都是我翻译德国媒体的报道，不是我自己说的啊，也不是我帮中国吹什么中国电动车或者中国车有多么牛，是德语媒体自己说中国这测试了13款电动车在德国可以买得到的啊，跟世界有名的德国高端品牌宝马不相上下，让德文都大感意外，非常的惊奇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如果你们有电动车，或者你们知道电动车的朋友啊，不管你是在哪里，在中国国内还是在世界哪个地方都好，请您说说你所在地，比如说电动车什么价格，然后你们当地的充电基础设施怎么样，还有你们当地的电费怎么样，请大家信息共享反馈一下，让大家知道你所在那个地方这个电动出行的成本怎么样。请大家最后呢还是折合人民币，这样大家能够更好的对比，对吧？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咱们的节目就到这里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见。